我是阿用。那如果各位有注意到呢，我已经有把我的第一部的上传的影片，就是有关 MT-15的改装内容的项目的这个影片给关了起来。那原因呢，是因为说当我这部上传了之后，虽然说是我的第一部影片，但是因为它的收音的这个品质的问题呢，那有很多的观众朋友觉得说我那个收音品质非常的差，然后都听不懂我到底在讲哪些的这个项目。那再加上呢，那我最近的部分又稍微给它做了一点新增一些小的改装。那所以我想说，那就借这样子一个机会的一个状况呢，我就把我的 MT-15的改装内容的项目的这个部分，然后把它重新再去拍摄这个影片，然后再跟大家再做一个分享这样子。好 ，OK， 那首先呢，我先来介绍一下我这一台2019的雅马哈 MT-15的外观的一些基本介绍。那各位可以看到MT-15的外观的这个部分跟之前旧款这个部分的外观上，其实在车头这个部分它已经改成了现在目前 MT 系列家族的这样子一个鬼面具的这一个外观。那当然就是还加上它的大灯的这个部分就改成了这个口球式的这种鱼眼式的灯光这样子。然后在前面这里的这个部分呢，就是它的所谓的定位灯的地方。那各位可以看一下它的定位灯开启的一个外观的样式，就是大概是长这样子。所以在你启动了之后，它这个部分它就会先亮起这样。OK， 那再来是，好，在引擎这个部分呢，它用上了雅马哈的 155cc 的 VVA Blue Coat 的可变气门的引擎。那这个引擎呢，它是单缸的，所以说它其实在尺寸上面，它实际尺寸并不是非常的大，可是因为它整体的一个外形的这个设计的这个关系，所以让它看起来说颇有一个大车的一个气势。那排气管的部分，其实我觉得它的造型上其实还算是不难看啦，这是原厂的一个排气管。但其实很多人也会想要去把这个排气管做一个基础的一个改装，可能换成别种排气管。可是因为最近排气管这边实在是抓得很严格，所以我在这边还是不建议各位说在这个现在目前风声鹤唳的状况下去做排气管的改装这样子。或是你即使改装了，那你还是必须要选择合法的一个排气管。但是老实说，这个实在是没有那么的容易。那现在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目前有对这一台 MT-15有做的一些改装的一个内容。那首先在外观上面，就是我有换上这个风镜。那这个风镜在我没有装之前的时候，我觉得在车头这个部分的造型，总觉得好像是有凸一块的感觉。那所以我觉得说好像这边应该缺了一块什么东西，所以我就去买了这个风镜。它这个风镜装上之后，我觉得它的外观上面有修饰它的那个头部造型的那个线条，所以我觉得远看的部分就觉得说，这样子会让它的那个造型会显得说更有流线感一点。然后在LED 的这个部分，那我有把方向灯改成就是流水式的这个方向灯。OK， 那流水式的方向灯呢，可以看到它就开启的这个部分，它就是这个样子。那前后的这个部分我都有改流水式的这个方向灯。OK， 好，大家有注意到说，就是我有把我的那个方向灯的部分有多了一个警示灯的功能。那这原因是因为说我把那个左把手的这个部分的总成就是有更换成改装品。它的改装品它是具有就是有警示灯的功能，然后远光灯的这个功能，还有当然左右方向灯跟喇叭的这个位置它有互换。它这里就是切换远光灯跟近光灯这样子。在右边这个部分呢，我也把它的开关这部分换成类似 MT-15的这种快速开关的这个按键。那这部分我觉得在使用上其实也是蛮方便的，你就是不用担心说你会忘记去把那个开关这边去打开来，你就是在发动的时候你就是一起这样子去用。那还有呢，就是我在拉杆这个部分，我有把它换成这个可调式的一个拉杆跟可折式的这个功能。那你这边就可以去调整说你的离合器跟刹车的这个间距，这样子，就是你在这边就可以去做一个度数的一个切换。
然后那在这个部分呢，它是这个是Quarter Lock 的无线充电的一个手提架。它这手提架呢，我觉得是还蛮好用的。它就是你就搭配说你的手机壳上面，它也有同样搭配的这个扣环，那你就可以装上去之后，直接就可以使用，这样子就可以无线充电。那我觉得，那你也不用另外再去做插线，而且它也有具有说它也具有还蛮不错的一个防水性。好，那再来就是机车小 U 的无线有线的这个充电的 USB 充电，它左右两边就是各有一个。然后下面看，然后再是你们这边看到有亮灯的这个地方呢 ，OK， 那这个地方就是那个我的那个行车记录器，它这边的一个控制器跟它的一个警示灯这样子。它的控制器就是你按下去，遇到有紧急状况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把那个目前的影片给做储存。那中间这个亮灯这个地方，它在闪灯的部分，它就是一个告诉你说有测速照相的一个提醒的一个功能。它在闪红灯的时候，代表说你现在目前正在经过有测速照相的一个位置。OK，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我有加装一个电压的一个侦测器。那这电就是随时可以监控说我的那个电瓶的一个金光的一个状态，这样子就避免说遇到说可能因为电压不足，然后车子没有办法发动的一个状况。再来是我在油箱这边我有贴也是 Demotiv 的这个碳纤维的一个油箱的一个保护贴，然后还有这个油箱这边也有贴一个保护贴这样子。还有左右两边 ，OK。然后，那除此之外呢，那我在这里我有去买那个贴膜的一个裁好的那种贴膜的贴片，然后我有把这边的油箱这个地方的烤漆的这个地方，我有贴上那个贴膜，然后就保护我这里的亮面的这部分的烤漆这样。然后后面这个地方，我这边也有贴那个贴膜的这个部分。再来就是我有加上这个防倒球，那这防倒球呢是蛮建议说各位这边要做加装的啦，因为就是你在一般行驶的时候，其实难免是会遇到倒车的一个状况，那所以有防倒球的话，可以减少一些你的车子的一些受伤的外观件的一些受伤的一个受损的一个状况这样。然后那它的缺点呢，就是你在坐在椅子上面的时候，你的膝盖会一直会顶到这一块，那有时候可能会有一点不是那么的舒服这样子。然后怕是说紧急刹车的时候，你的膝盖是会整个会撞上去这样子不过我觉得是你如果有装防晒裤的话，其实是还好。那这样你会看到说我这一块就是我最近新贴的，就是碳纤维的这个保护贴。那因为说在车子出厂的时候，在这里原本有贴一个可能是进口车这边在这里有贴一张那个贴纸，那这个贴纸贴掉之后，这边一直有一个痕迹。那想要去把这痕迹给去除，其实一直没有办法去除很好。那所以呢，我索性呢干脆有看到说，这里有店家这边在网络这边有在卖这个碳纤维这个保护贴，然后我看照片贴起来质感，我觉得也蛮好的，对，所以我就。最近呢，我就把它也买来贴的这样子。然后那在后座脚踏这个部分呢，我有改那个脚踏后移的这个套件。那会改这个脚踏后移的套件的一个契机呢，就是因为我老婆在做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说她好像做的不是那么的舒服。那所以说我就想说，把这个脚踏这个部分，然后稍微给它下移了一点点，这样的话它做起来的脚的那个姿势就不会那么的高，它不会那么好像真的就蹲在车子上面的感觉这样子。那稍微提升一点的舒适度啦。那同时其实另外一个最大的一个目的呢，就是我想要把后座的这个后扶手这个地方给取消掉，因为我觉得后扶手的这个地方它的原本后扶手这个造型在外观上面，其实我觉得还蛮累赘的。那我觉得，所以我就决定要把它给拿掉之后，这样整体的车尾的造型，我就觉得它的利落感就会比较好这样子。再来是前后的行车记录器的镜头的这个位置，在第一个前面在这里，然后后行车记录器的镜头在这个位置。
OK， 然后呢，再来是牌照下移的这个套件，那这个套件也是我的新车交车的时候落地改的时候就已经改装的这个项目。那套件就是把你后面的这个挡泥板跟牌照架这地方给取消掉原厂的，然后之后换上的这个短短的这个方向灯的架子。然后再来是牌照这个部分，它就会下移到这个地方。然后这里当然有是附有这个牌照灯，那法规的关系，这边我也是贴了一个反光片，然后这样子。然后再是这个鱼眼打挡的部分呢，再是我有改这个鱼眼打挡杆的这个部分。那这换上去之后呢，大家如果有看到我另外一个影片安装的这个 DIY 安装的一个分享影片，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安装之后到现在，我其实还是觉得有觉得说它整体的一个脚感这个部分有得到一个显著的一个提升，所以说还蛮建议各位可以去安装这个东西，其实也不贵这样子。好，那基本上呢，目前这个就是我 MT-5到现在目前的一个小改装的一个项目，跟各位在这边分享。好，那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呢，那就欢迎各位按赞、分享、加订阅。那就谢谢大家，那我们下次见，拜拜。